大家好，我是小雷。今天的视频聊起恶魔的艺术，也是尼古拉斯凯奇作家之一，来自灵魂战车雅马哈大魔鬼 VMAX 1007。其实，在去年我们发过一期雅马哈大魔鬼的视频，但是我觉得介绍的不够详细，太过潦草。主要也是因为我太喜欢大魔鬼，这种喜爱就是想把它买来欣赏机械魅力，而不是骑出去的喜爱。另外，在2012年左右，我买过一台加拿大版的 VMAX 1200，它很破、很旧、很烂，但是可以骑，就是毛病多，电瓶不充电，磁电机的问题，马达坏了还烧机油。当时我自以为能修好，结果拆到一半秒松，赶紧装起来，网上900块淘个二手拆车马达，后座放个汽车电瓶，不修了，配件太贵，手艺不行，修好不如再买一个，于是6000块包邮乌鲁木齐，实际到手4200，终于送走了这辆大神。后面这么多年，很喜欢新款的 VMAX 1007，但是价格太贵，实在让我承受不起。因为我也不是有钱人，和大家一样，最多只能卖一台再换下一台，更谈不上收藏。不过大魔鬼带给我的加速感不是铃木隼、六眼魔神、本田 X4，更不是铃木大魔神可以比的。它很暴力，这也是我喜欢的主要原因。这种对机械魅力的喜欢，我能聊一天，还是聊车吧。VMAX 车型虽被定义为巡航摩托，但它实际上是纯正的美式肌肉车，由英国设计师在美国开发，也主要在欧美地区销售。而且 VMAX 谈不上操控性，谈不上实用性，就是疯狂的加速。它的第一代车型生产于1985年，停产于2007年，从发布以来就是加速最快的巡航摩托。它的发动机与雅马哈皇家之星 XV1300 同款，雅马哈的皇家之星是与本田精益 GL1200、铃木骑兵 GV1400、传奇航海者 ZZ172 同样的大型巡航摩托。这几款车我们都发过视频，虽然与皇家之星的发动机同款，但是内部构造完全不一样。尤其是大魔鬼升级了 V-Boost 微型增压系统，起初80年代四大厂玩的是涡轮增压。比如本田的 CX500、CX650、雅马哈 XQ650、铃木 XN85、传祺 ZPZ750 和 Z1R。但是涡轮增压被禁止以后，本田在研发 NR750 的时候，偶然发现了 VTEC 可变气门技术，进气量增加了1倍。而雅马哈同样发现了 V-Boost 微型增压系统。简单来说 ，V-Boost 就是每组化油器与进气管之间有组碟阀，从5750转开始，4伏电机拉动电线，开始逐渐打开碟阀，到8000转全部打开，4个化油器以乘以2倍的功效，让气缸获得双倍的可燃气体，从而变得非常暴躁，也让最高额定功率提高了10%。而低于6500转，进气量变小，扭矩变大，两全其美。如果你实在理解不了，你就理解为当碟阀打开之后，一个气缸2个化油器，双倍快乐。但是国内这些 VMAX 1200水车有 V-Boost 系统的非常少，因为当年 VMAX 1200有6种型号，首先最好的是加拿大版的，有145匹马力，其次是美版有143匹，加州和南非版有135匹，欧版都没有 V-Boost， 马力100匹，日版成色最好那一批水车也没有 V-Boost， 马力有97匹，和加拿大版差48匹马力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对 V-Boost 有不同的理解。早期的 VMAX 1200是5副轮毂，后期黑色轮毂是1995年到2007年的型号。它的座椅高度765，整备重量283公斤，油箱容量15升。油箱在座椅下面，不在前面，前面打开是空滤箱。使用水冷4冲程70度夹角的 1198cc 微型4缸发动机。它的点火正时是180度、270度、470度、720度。使用4个3.5厘米三国 BDS 35化油器。最大扭矩6000转，爆发117牛米，使用5速变速箱轴传动，0-100加速3.2秒，最高时速216。100公里油耗10升左右，更换机油加3.8升。仪表是一个双层设计，上面是速度表，下面是转速表。至于 VMAX 1200设计理念，尤其进气口造型，来自于美国空军 F102 战斗机。此外，它还有一个20周年限量版，发布于2005年，有限量版徽章和红色标记。2008年发布了新款 VMAX 1007，这一次的升级，发动机使用了水冷4冲程65度夹角，1679cc 微型4缸发动机，最大马力9000转，爆发200匹，峰值扭矩6500转，爆发166牛米。大家在感叹2020年街车马力突破200匹的时候，雅马哈在2008年就已经突破，使用5速变速箱，带有滑动离合，轴传动 ABS， 钢制菱形车架，座椅高度775，整备重量310公斤，油箱容量15升，更换机油加4.7升，0-100加速2.6秒，最高时速222，0到200多只需要5.9秒。使用开放式 ECU， 表写294 ，GPS 278，这个是欧版的数据，日版是152匹，限速180。
新款的 VMAX 1000有3个 ECU， 主 ECU 控制点火和燃油喷射，第二个 ECU 控制电子油门、节气门、进气量、排气功率控制阀，第三个 ECU 是电子控制进气和自动可变进气管长度。说的简单点，就由4伏电机根据转速控制进气漏斗从15厘米到5.4厘米的改变，这个过程只需要0.3秒。相当于把 VBOST 变成了电子控制漏斗阀门。这个系统在06年雅马哈 R1 和奥古斯塔 F4 上面都有，你可以称它为扭矩转换系统。它没有 VBOST 那么直接和暴力，但是这3个集成 ECU 是以毫秒为计算单位，骑手几乎感受不到延迟。仪表和老款一样，还是分层设计。至于电子控制系统，什么都没有。野兽从来只需要驯服，不需要家养。最终，雅马哈大魔鬼停产于2020年。视频最后，雅马哈大魔鬼不是一个好骑的摩托车，它骑着也不舒服，而且修着也麻烦。比如这个图是它的前挡泥板、空滤盖和进气口的零件数量，有355个零件，所以它生产的目的就是直线加速、扭矩大。另外，外媒给出这么多年最能代表日系4大厂的摩托，分别为本田精逸、雅马哈 VMAX、铃木隼、传祺6野魔神。就聊这么多吧，哪里不对多多指点。